5000名带着老人小孩，准备开心登船度假的游客，突然被通知行程延误，全部集体滞留在港口。如果这事儿放在别的国家，80%要演变成抢水、推搡，甚至直接冲上热搜的公关灾难。但是，当迪士尼邮轮在新加坡滨海湾遭遇这种史诗级考验的时候，现场却安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没有失控，没有暴乱，5000人就这么被悄无声息地妥善安置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一下，新加坡到底凭什么能稳稳接住这种邮轮大翻车？这背后那套看不见的城市管理系统，其实远比你以为的还要强悍。到底是什么神仙操作稳住了这5000人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国际顶尖邮轮品牌把东南亚母港设在新加坡，这绝对是块巨大的经济蛋糕。但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，像迪士尼这种级别的海上巨无霸，满载的时候，乘客加上船员往往接近7000人。一切顺利的时候，这是妥妥的行走印钞机。可一旦遇到系统故障、恶劣天气或者突发延误，这几千人瞬间就会把滨海湾邮轮中心变成一个超级高压锅。5000名乘客同时滞留是个什么概念？这就好比把好几个大型祖屋区的居民突然全部塞进一个封闭空间里，这里的空调、冷气、洗手间、网络带宽，甚至连自动贩卖机里的矿泉水都会在30分钟内被推到崩溃的边缘。只要有一个环节掉链子，社交媒体上立马就会被各种抱怨和现场混乱的视频刷屏。但在新加坡，当延误发生的那1秒钟，一套隐形的危机应对机制就已经全面启动了。这套机制的第一关就是怎么处理这黑压压的人群。新加坡能稳住局面的第一张底牌叫做隐形分流。大家平时去滨海湾邮轮中心，可能觉得这就是个冷气很足的超大候船室，但其实在建造设计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精密的人流算法机器。面对5000人突然滞留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人群扎堆。人一多，情绪一激动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发生群体恐慌，甚至踩踏。新加坡的做法非常果断，立刻启动物理空间的网格化隔离。工作人员会动态开启内部那些 Z 字形的等候区，把庞大的人流直接切割成几百人一组的独立小单元。你以为你只是在跟着指引排队，其实你已经被算法精准分配到了特定的缓冲池里，彼此视线隔绝，互不干扰。这就从物理上掐断了大规模混乱的可能。与此同时， ICA 也就是咱们熟悉的移民与关卡局，他们的数据前置系统发挥了致命的作用。大家要知道，5000人如果全堵在海关查护照，那画面简直不敢想。但当乘客还在休息区焦虑等待的时候， ICA 的后台系统早就自动完成了大部分人的身份预检。一旦决定开始疏散或者重新安排登船，那些自动化闸机能以极快的速度放行，根本不需要人工挨个去翻护照核对。这种硬件空间和后台数据的无缝配合，在第一层就把危机给大幅度稀释了。不过，把人分流好了只是第一步，这么庞大的人群，如果临时要离开港口，外面的交通肯定会瞬间瘫痪。这又该怎么破局呢？如果说空间分流是防守，那么运力调度就是主动出击。几千人临时要离开港口，这事儿放在很多大城市，绝对能造成长达半天的交通大瘫痪。单靠门口那个德士站排队，那简直是杯水车薪。但在新加坡，接管这个烂摊子的可不是人工拿着大喇叭在那儿喊，而是底层的算力。一旦确认发生大规模滞留，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旅游局的应急预案立马就会触发。他们绝对不是单纯的打电话叫几辆德士过来，而是直接打通全城的交通网络。首先，临时接驳巴士会在最短时间内杀到现场，把大量没有大件行李的乘客迅速转移到附近的滨海南码头地铁站，用高运量的轨道交通先抽干一大部分人流。紧接着，这些网约车平台的后台会立刻收到官方信号，整个滨海湾区域的热力图瞬间飙红。平台会直接通过动态加价和专属的司机补贴，把全岛附近的空车像磁铁一样全部吸过来。没有无休止的排队抱怨，只有精准的算法匹配。这种政府机构直接和商业平台数据打通的跨部门协作，才是新加坡效率真正可怕的地方。它完全不依赖个人的随机应变，而是依赖一套早就写死在系统里的代码。人流疏散了，交通解决了，但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，那就是那些走不了、
必须留在原地的乘客，他们的火气怎么压下来？解决了物理空间和交通运力，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，其实是人心。人在遭遇突发滞留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愤怒？为什么会失控？根本原因是对未知的恐惧和信息的不对称。新加坡的危机处理可以说是深谙预期管理的精髓。当其他地方遇到类似情况，可能还在互相推诿责任，找人背锅的时候，新加坡现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保住大家的底线需求，冷气直接开到最大，免费的 WiFi 带宽全部拉满，装满矿泉水和零食的推车在极短时间内就推到了人群里。大家想啊，当你又热又渴的时候，火气肯定大，但当你坐在凉快的冷气房里，连上免费网，手里还拿着水和饼干，情绪自然就稳住了一大半。当基本的生理需求被满足之后，接下来就是高频的信息同步，现场的大屏幕、官方广播，甚至是直接发到你手机上的短信，会不断定期更新进度。哪怕收到的短信是说目前仍在排查问题，预计还需要等待2个小时，这也比毫无回音、干等要强10000倍。这种极其透明的沟通方式，彻底剥夺了谣言和恐慌滋生的土壤。在新加坡，清晰的规则和明确的指示就是最好的镇定剂。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，大概要等多久的时候，那种因为未知而产生的暴躁情绪，自然就烟消云散了。无论是迪士尼还是其他顶级的邮轮品牌，他们的 IP 确实充满魔力，但能让这种庞大的商业模式在本地完美落地的，其实是新加坡这套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极其强悍的城市管理系统。真正的奢华，从来不是金碧辉煌的装修，而是在危机降临的时候，有一张巨大的安全网能稳稳地接住你。一个完美的城市，不在于它从来不犯错、不出事，而在于它拥有顶级的系统冗余和纠偏能力。屏幕前的你，有没有在新加坡经历过类似的突发事件？这座城市的应对方式有没有让你感到意外或者印象深刻呢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真实经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硬核拆解，觉得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咱们狮城社区百事通，顺便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